大家好，我是万万，今天做一期古巴回忆游记。2019年7月2日，蒙特利尔激动与兴奋地迎来了妈妈、姨妈、外婆加外公。7月20日开启了我们的古巴之行，从蒙特利尔飞往巴拉德罗，加拿大人最喜欢的古巴度假胜地之一。在机场的接驳车把我们送到古巴哈瓦那。今年是哈瓦那成立500周年，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500的标志。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到达古巴国际饭店，这就是酒店的入口，气派吧？建立于1930年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、李鹏等访问古巴下榻的就是这个酒店。到达这个酒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，因为这个酒店实在是太霸气了。室外的露台、草坪、棕榈树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真的是可以让你忘了烦恼忧愁。临近傍晚，我们在附近闲逛加吃饭，点了南美的知名饮料 Mojito 和冰沙，有个鱼做前菜，另外还有菠萝饭做主菜，东西没多少，花了60个库克，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。结果没吃饱。第二天吃完酒店的自助早餐，精神抖擞。古巴的咖啡真的好喝，提神醒脑，还有助于拍照，嘻嘻。在酒店外成功拦截2辆小黄车，直奔第一目的地革命广场。这个广场类似于我们的天安门，国家用于阅兵、发表重要演讲之用。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何塞马提纪念碑。何塞马提是解放独立古巴的英雄。纪念碑后面就是最高层领导人的办公处，四处都有军人严格把守，完全一点都进不去。纪念碑的对面是2个已故英雄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福格斯。离开革命广场后，小黄车小哥建议我们去哈瓦那大学看看，因为是暑假，所以学校没有开门。听小哥介绍，古巴的义务制教育一直到大学。古巴虽然并不富裕，但财政对于教育和医疗却从来没有减少过。大家记得意大利疫情严重的时候，古巴派了140名医疗人员前去支援，其医疗条件并不输于各国列强。傍晚时分，沿着海岸线出来散步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大部分的市民都跑到街上乘凉。很多的年轻人会拿着扬声器在街上边走边跳舞，大家散步、聊天、谈恋爱，互相张望，下国际象棋。我有一种回到国内的感觉，吹着海风，突然发现幸福原来可以这么简单。又是新的一天，坐着老爷车直奔今天的目的地，建造于1929年的国会大厦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差点把外公丢了。他喜欢到处跑，然后回到原地等我们。但是我们对原地的位置发生了分歧，导致我们和外公在烈日下不同的地方足足等了2个小时。期间我们不停地寻找，连打使馆电话的准备都做好了。还是姨妈了解外公，最后时刻找到外公。怒火中烧的我当然是免不了和外公一顿干架。然后我们草草地看了看唐人街。哈瓦那的唐人街非常破败，基本没有中国人。结果被人搭讪，当地人用自己的小蓝车接了个私活，把我们送回了酒店。除了哈瓦那的游览，我们提前还预定了2天4个城市的观光旅游线路，全程有导游、司机、3餐加入住民宿，虽然价格不菲。清晨从酒店出发，与我们同行的是一对委内瑞拉的夫妇，7个人成团，妥妥的私人定制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第一个城市西恩福格斯，古巴的主要港口之一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比较富饶的小城，建筑与哈瓦那也有些许不同，更复古些。导游小哥说，这是西班牙当年殖民时富商们度假的小城之一。在市中心不远处有一座可以说是全古巴最美的豪宅，1913年竣工，用4年时间完成的摩尔式建筑。豪宅拥有3个不同的顶，分别代表着爱情、财富和信仰。如今此处早已收归国有，做酒店之用。豪宅附近自然少不了会所啦、游艇啦、高尔夫球场啦，所以我们就蹭着豪宅的热度，也在他们会所享受了一次美美的午餐。下个景点就是此次旅行的重中之重，这个城市叫特立尼达，大家请记住这个名字，因为实在是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重要的话说3遍，
这个小城在殖民时期可谓是富甲一方，小城当时的地主在城里和郊区都建有他的别墅和庄园，城中心豪宅内登上制高点，整个小城尽收眼底。此时我已词穷，于是在这里我拍了无数张自己和他的照片，真的想抓住这一刻。小伙伴们，来古巴一定要来这里特立尼达，不来一生后悔呢。小镇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他们的坎恰恰拉酒，这酒的成分由蜂蜜、柠檬、白兰地、冰、水组成，我觉得比那个什么 Mojito 好喝多了。配合着现场的拉美音乐，不自觉的就想舞动起来。终于到了回民宿的时候了。本来以为并不富裕的古巴民宿应该不怎么样，但是我错了，这个房子是非常怎么样，而且是好的不得了，干净整洁，带有空调，一应俱全。女主人和我们交代完就赶着出门了，他们竟然不锁门，古巴这么安全的吗？到了饭店，女主人竟然还安排豪车来接我们，路程也才300米。然后我再次被震撼到，餐厅也是有模有样，前菜、主菜、饮料、甜品，样样齐全。我还以为我穿越了。还没有从之前的惊喜中缓过神来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。这一站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洛斯因赫尼奥斯山谷，其实就是之前提到的地主他们在郊外的庄园。我觉得这景点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可能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可以有这样高的钟楼是很不容易的吧。登上去之后，确实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，就是挺累的。离开山谷前往第3个城市圣斯皮里图斯时，也是一个类似于西恩福格斯一样的富饶小镇。或许是碰上了节假日，市中心街上人头攒动，我妈还被强制合影了。终于到达了最后一个城市圣克拉拉。这个城市是古巴独立革命的主战场之一，并且造就了2个民族英雄切格瓦拉和卡米洛·西恩福格斯。对，就是革命广场的那2位。而切格瓦拉死于1967年的一场战役，被埋在圣克拉拉，年仅39岁。剩下的旅程就是参观哈瓦那老城，但这对于刚看完绝美小镇特立尼达的我们来说，并没有特别多的吸引力。倒是趁此机会购物，看看他们这里当地的小市场，打卡一些重要地点，比如哈瓦那大教堂、海明威在《老人与海》中提到的小酒馆，轻松惬意。因为哈瓦那老城离对岸并不远，所以我们就打个车过了隧道，穿到了另一边的圣查尔斯堡垒。这个地方是当年西班牙作战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的炮台以及军营小屋。虽然这次很遗憾没能够去灯塔，但是没关系，留着遗憾可以下次再来。最后一天在哈瓦那的行程也是收获满满。在门卫大哥的强力推荐下，我们有幸坐上了前苏联与古巴建交时期接待领导人的老爷车，司机还是个全职导游。我们一路走走停停，拍拍看看，顺便也欣赏下古巴的豪宅，一直到一片热带雨林。这是哈瓦那最大的热带雨林，很惊讶，原来哈瓦那还藏着一个这么治愈的地方。这里有一片河流，参天大树，枝繁叶茂。返回的路上经过哈瓦那冰淇淋广场，因为我们是游客，所以和当地人民是在不同的地方吃着不同的冰淇淋，不然我们可能等上2个小时呢。临近傍晚，我们出门觅食，误入一个露天派对，强烈地感受到了拉美人民的热情。最后以一次高大上晚餐结束了我们的旅程，披萨、意大利面、蔬菜汤，完美收官。晚上慢慢散步回酒店，感受下这个南美社会主义国家的与众不同。清晨离开酒店，将提前写好的明信片投入这个古老的邮箱，寄出旅行中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感。Ciao Habana, Ciao Cuba, Hasta la próxima。谢谢看完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，恭喜你们成功解锁古巴游。以下是古巴游温馨小提示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做视频不易，请大家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哟。